继续上一条记录讲到的内容。我当时讲着讲着就忘记我前面的重点是什么了。现在我把这个重点补上，就是我在上一条音频的刚开始不是说我觉得我以后会是一个很厉害的人吗？然后我就找例子去证明。这个例子我在上一条音频里面已经讲了很多的东西了。那我接回来就是关于 Replit， 因为我在第一次试用 Replit 的时候就给出了类似的那个反馈，是说如果说未来我们在用 AI coding 的时候，它生成的那个界面可以允许人们手动的去拖拽的话，不仅仅是拖拽啊，包括修改颜色啊，包括修改大小啊之类的，就是等等一切人类能够用手做的东西，如果能实现这样的局面，那是最好的。而且我在当时给出的反馈是说，会觉得那是未来的一个 trend， 就是未来的一个趋势嘛。结果 Replit Agent 4出来了之后，真的把我当时所希望有的这个功能给落地了。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例子足以说明，当我在沉浸式的去体验某些东西之后，我是能够预想得到这些东西如果要发展的更好，它会往哪一个方向去发展。就像是我其实在刚毕业的时候，我是很抗拒进入教育这个行业的，因为我觉得我在作为学生的那段时间很不开心，很不快乐，我就不想成为这个系统里面的一个参与者，去见证学生们的不开心和不快乐。但是因为机缘巧合，我真的走进去了。但是我走进去之后发现，我很擅长做这样的事情，就是我能够长时间浸润在这个系统里面，能够感受得出来学生们的不快乐和不开心到底是因为什么。而且我也会在我的课堂上尽量的用我的方式去把一些快乐、一些开心带给他们。OK， 收一下这个话题，就是继续讲回到刚刚讲的 Replit 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如果生活或者工作需要 AI 参与的话，那么人为控制的这个成分是必然存在，也是必然需要设计存在的。我在上一条音频里面有提到关于音乐这个东西，就是我希望能出现这样的一个工具，它能够允许所有的音乐爱好者像搭积木，像玩游戏一样去做音乐。那这个其实也是说明，就是现在不是有很多做音乐很出名的软件嘛，比如说 Suno， 也不能说软件就是工具，比如说 Suno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工具。但是我觉得他们缺少了一点东西，就比如说 Suno， 如果你要修改音乐的成分的话，你只能通过自然语言去描述，但是你不能去改音乐里面的元素。所以我觉得真正适合未来的一个音乐工具的演变，应该是允许人们像素化的去修改一些东西。那最直接的一个例子就是，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出来的功能啊，就是 Figma 它不是允许 Cloud Code 用 CLI 的方式，就是把它代码的设计同步到 Figma， 然后在 Figma 里面做像素级别的调整，然后再返回给 Cloud Code 继续去做设计。就是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趋势恰恰印证了我的一个判断，那就是说人为控制的这个权利是必须要还给人类的，否则的话它只能是作为一个玩乐的作品。就是现在 AI 这么的发达， AI coding 这么的强大，其实已经能够让很多人能够做出工具了，但问题就是他们做出来的东西到底能不能用，以及能不能出现一个现象级别的东西，
这个还是存在少数的。但是如果说能够让人类参与的成分更加多的话，那些，哎呀，这个话应该怎么说来着？就是我是觉得，哪怕一个技术多么的容易接触，每个人都可以用，但未必代表所有的人用起来都觉得像是遇到了一个很简单的产品，可以快速上手。但对于有些人来讲，可能他们需要的就是比如说当他用自然语言描述，然后 agent 给出了他的设计，但是他呢没有办法描述下一个具体的感觉了。可是如果他有设计相关的技能，他看到那个界面就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去改。因为有些东西是没有办法通过语言描述去表达的，他只能通过他的手、他的视觉，还有他的判断去呈现。那么他的视觉、他的判断、他的手直接作用的地方就是 agent 给他设计好的那个界面，他可以在界面上直接操作。就是我一直都希望，哪怕 AI 再强大，人为的成分或者说人的权利也应该得到尊重。就像我之前的视频里面有吐槽过，为什么 Elise 那款社交软件要把人的某部分权利给夺走，这是让我很不能理解的事情。虽然我知道产品团队有产品团队的价值观，但是他的价值观跟我的价值观是违和的，这就说明他们的价值观把我这个用户给筛掉了。但是我也很尊重那个团队，毕竟很多团队他做的事情就是筛选属于或者说筛选认可他们的用户，而不是去让所有人成为他们的用户。对，好，讲回 Figma 跟 Cloud Code 这件事情。虽然我还没有亲自用过，因为我在尝试用 Figma 的时候，我摸不清楚怎么去用它。我作为一个几乎没有设计背景的人，我在用 PS 都是很初级的一个使用体验吧。反正我是没有办法摸透 Figma 到底是怎么操作的，所以我就一直没有搞懂这个软件对我来讲到底会有什么样的作用。就在体验了几下之后，觉得不 OK，我就放弃它了。所以到现在，哪怕它跟 Cloud Code 打通了，我还是没有去用过。但是我觉得这个趋势以后一定会延伸到 Cloud Code 本身，就是有可能未来的一个发展就是 Cloud Code 它生成的界面我们也可以去更改了，包括 Angularity 也是。就是他们走的路径跟 Replit Agent 4是类似的，我自己的猜测啊。就是 AI coding 如果说一定，不对，就是 AI coding 发展到一定程度的话，允许自然语言描述是一个层次，但是因为有很多东西没有办法通过自然语言去描述嘛，Agent 它也不能够读懂人类在语言之外的东西，就是有些东西是没有办法靠语言去描述的。那应该怎么去把这部分东西呈现在作品里面呢？就只能由人自己亲自去操刀这个产品，就是他每动一个细节，就会对产品造成一定的影响，而这些影响可能是 AI 没有办法读取的，也就是语言之外的部分。
虽然不知道我的这个猜测会在多久的未来成为现实，还是说可能在 AI 发展着，又出现了另外的我所不能预料到的场面。那就暂时看看吧。反正我今天的录音或者说记录也只是大胆的猜测一下，我就想知道会不会成为现实。如果成为现实，它会是什么样子？因为时代真的发展的太快了，我也没有办法预测未来。对，就是说到识别能力这一块儿，我以前一直觉得 AI 的模式识别能力特别特别强，但是 AI 能够识别的东西是那种就是有规则的、有秩序的、容易压缩的，而那些不规则的、没有秩序的、不容易压缩的部分，恰恰是人类自己的工作。就像是，我也不知道会不会有人做过这样的实验。就比如说，当一个人他在去年12月、11月的时候体验了 Replit 这一款工具，他能不能让 AI 也得出像我当初吐槽的那个点一样的一个结论，我也不知道，可能他会得出来吧。但是至少目前来讲，我没有刷到过任何的类似的说法，是说，假如当时的 Replit 要进行产品的下一步迭代，要往什么方向走，我是没有看到过类似的一些表达的。但至少我当时通过那样子的一个浸润，得出了产品未来的一个方向。我就觉得这个就是我们人类最最最最最珍贵的东西，因为它能够通过沉浸式的体验去预测它所体验的这个东西，如果要变得更好，它可以是什么样子，或者说还可以是什么样子。